比汽车还要大的蛤蟆隐身池塘，比电线杆还粗的蜈蚣拔地而起，比小山还巨大的蜗牛占据森林，夜光水母如萤火虫般漂浮在空中。这里不是遥远的外太空，而是遭到核辐射污染的地球。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打拉下片片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由移动迷宫的男主迪诺·布莱恩主演的爱情科幻喜剧《爱与怪物》。故事发生在平行宇宙的地球，7年前，一个小行星不期而至，直奔地球而来。人类团结起来，做了我们最擅长的事。没错，就是射爆。无数火箭腾空而起，将小行星轰成了渣渣。民众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，然后又提到了嗓子眼，因为火箭中的化合物落回地面。一夜之间，所有冷血动物都受到化合物影响，蜕变成了千奇百怪的怪物。天灾转眼成了人祸，人类从食物链的顶端瞬间滚回了食物链的地下室，沦为被捕食的对象。短短1年间，全球95%的人类就此化作粪土，幸存者们纷纷躲进地堡和洞穴中苟且偷生。一转眼7年过去了，植被覆盖的地表俨然成了怪物的乐园。人类非但没有杀回地面去，反而逐渐适应了地下生活，再也不能坐吃山空。地堡中作战经验丰富的成员组成了狩猎队，定期去地表搜集物资，用冷兵器和怪物作战。而我们的主角小白这是7045号地堡不可或缺的一员，他凭借惊人的沟通技巧和出色的射击技术， It's kind of my thing. 当上了地堡唯一的厨子。但也不是不让他去搜集物资，关键是小白他患有严重的僵直症，一见怪物就动弹不得。除了做饭，小白唯一能做的就是手绘一本怪物手册，记录下怪物们的特性和弱点。眼看着地堡里全都出双入对，小白这唯一的光棍难免有些思春之情。原本他也有个如花似玉的女朋友，就叫他小玉吧。7年前，他和小玉在3段中分散，如今小玉在遥远的302海边洞穴里避难，两人只能通过无线电远程联系，愣是谈了7年的异地恋。经过长达7年的高强度反复压枪，小白终于憋不住了，他决定离开地堡，大胆追爱。然而小白所在的7045号地堡和小玉所在的302号地堡，两者之间足足相隔85英里，徒步7天才能抵达。再加上地面上怪物横行，即便是训练有素的武装狩猎队，也只能在地表坚持50英里。小白这一出去，无异于肉包子达拉斯加，一去不回。战友们纷纷阻拦，主要是小白走了，没人做饭。奈何爱情使人盲目，小白去意已决，他带着一台没有电的无线电和战友们绘制的地图，独自踏上了寻爱之旅。阔别7年，再次呼吸到地面上的新鲜空气，小白的心情是激动中又有些忐忑。俗话说，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。小白向着爱情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。俗话说，万事开头难，但只要迈出了第一步，你就会发现其实中间也很难。还没走几步，小白就感觉到有一双眼睛正在盯着自己，巨型蛤蟆近在眼前。小白咽了咽口水，倒不是害怕，主要是馋他的身子。正所谓蛤蟆赛吉普，就是没轱辘，全村杀一只，吃到年初5。然而小白却忽略了一个重点，当体型差异大到一个级别，捕食者和食物的身份就会互换。蛤蟆口吐芬芳，直奔小白面门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只见一条黑影哭嚓一声闪亮登场，将小白扑倒，避开了必杀一击。小白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一条狗。蛤蟆继续攻击，吸住小白的腿。好在狗狗神勇，一口咬住了蛤蟆的舌头。小白趁机撒腿就跑，在狗狗的指引下，躲进了由大巴车改装的临时避难所，总算甩脱了蛤蟆的追击。从避难所的布置和桌上的灰尘，不难看出狗主人已经遇难，只剩下狗狗独守空房。好不容易盼来了小白。危机解除，小白继续踏上旅程，狗狗则带着主人的裙子跟着小白一起上路。人家是开局一条狗装备全靠捡，可没想到小白连狗都是捡的。这条狗如此神勇，咱们就叫它旺财吧。有了旺财的陪伴，小白的旅途不再无聊，似乎连安全都有了保障。在旺财的帮助下，他避开了有毒的红色浆果和危机四伏的怪物巢穴。红色浆果划重点，一会儿要考。小白忙着记录各种怪物，却一不小心掉进了虫巢。坑洞里密密麻麻全是杀虫，堆积如山的白骨预示着小白的命运。危急关头，一根绳子从天而降，将小白救了出来。紧接着又是一个手雷天降正义，将杀虫一窝端。小白这才看清施救者竟然是爷孙俩。老人是裤裆里插刀的狠人，小女孩还不到8岁，不光身经百战，还很会老实会客。经过7年和怪物的对抗，幸存者发现寒冷和海拔能够阻止怪物入侵。老人和小女孩就是要前往北方山区的人类聚集地。小白掐指一算，3人刚好同路，赶紧抱着大腿，一路跟着老人和小女孩，学到了不少求生知识。生存法则第1条，高瞻远瞩，站在高处眺望远方，就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巨型怪物。老人果然在周边发现了蛤蟆怪的踪迹，原来他一直在不远处跟着小白。按照蛤蟆怪的习性，一旦被他闻过气味，他就会一直追踪到天涯海角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小白无意中惊动了一只巨型蜗牛。老人灵机一动，将小白的衣服挂在蜗牛身上，借此引开了蛤蟆怪。经过这段小插曲，小白也明白了，不是所有怪物都穷凶极恶，也有像蜗牛这样性情温和的物种。至于如何分辨，那就是2个字：眼神。一路上，小白将遇见的怪物和植物以及他们的强项和弱点都画了下来。老人鼓励他将这份伟大的事业继续下去，然后熄灭篝火，招呼大家继续赶路。
这就是末日生存法则的第2条，不可兼得。食物的气味会引来怪物，要么就吃得好饭早早上路，要么9个着肚子睡着好觉。经过几天的跋山涉水，在老人和小女孩的教导下，小白无论是射击技术还是求生能力都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小白还学到了诸如法则3永远不超近道、法则8每天都练习射击、法则10保持袜子干燥等等五花八门的生存法则。不过天下没有不散之筵席，很快到了分道扬镳的一天。老人带着小女孩前往雪山营地，小白在谢绝了老人的邀请，带着旺财继续踏上学爱之旅，走完剩下的30英里。临别之际，老人送了小白一个大宝贝，具体是个啥，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旺财突然感知到前方有危险，发出危险的呜咽，然后就躲进了周冬雨的裙下。紧接着，一只巨型蜈蚣拔地而起，将周冬雨掀翻在地。眼看着旺财命悬一线，小白想起了父母临死前对他的鼓励，终于鼓起勇气，将蜈蚣射出了致命一箭。巨大的身躯轰然倒下，小白也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恐惧。可惜天公不作美，当晚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，雨比一瓶炒大坝要钱，降指数图电动车那些还要大。小白躲进小屋里，意外发现了一台旧世界遗留的机器人。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机器人居然还残留了一些电力。小白用剩余的电量接通无线电，终于联系上了女友小玉，却意外得知有几个幸存者救了他们，这2天就会带他们离开地堡。听到这里，小白蒙圈了，这就好比跑马拉松，在你即将到达终点时，却发现今天压根就没人办比赛。所谓的一腔孤勇，只是一厢情愿，他做的这一切会不会毫无意义？机器人感觉到小白的消极情绪，调出了小白父母的照片，并肯定了小白所做的努力。伴随着漫天飞舞的荧光水母和机器人没放完的歌声，小白重拾勇气，再次上路。没想到最后几英里步步惊心，一只挖掘机突然出现在小白面前。这种怪物虽然没有视觉，但听觉极其灵敏，稍有不慎就会丧命。小白带着旺财一路躲进树洞，本应静静等待挖掘机离开，可是在逃跑途中，旺财主人的裙子不慎掉进水里。旺财急了，立刻征得小白奋不顾身捞起衣服，却再次吸引了挖掘机的注意。危急关头，小白从包里掏出个大宝贝，挖掘机被炸得4分5裂，小白也掉进了河里。等他爬上岸，才发现自己身上爬满了巨型蚂蟥。小白怒急攻心，把不听话的旺财臭骂了一顿。旺财叼着主人的裙子，委屈的离开了。众所周知，蚂蟥怕盐怕火，但小白慌了神，竟然直接用手拽。蚂蟥的毒素让他陷入昏迷，幸好他及时吞服了蕨类植物，暂时缓解了毒素。女友小玉也及时赶到，小白的学爱之旅终于抵达了终点。小白在3022号地堡醒来，映入眼帘的是日思夜想的女友小玉。然而眼前的小玉已经不是当年的她了。7年的时间里，小玉俨然成为了营地领袖，将每个成员都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更关键的是，小玉已经和另一个男人坠入爱河。那个男人1年前死于怪物之口，小玉还没有从丧偶的痛苦中走出来。她一直把和小白聊天当做逃避管理地堡的消遣，可没想到小白真的来了。7天前，一艘游艇路过此地，船长说要带着他们集体上船。毕竟地面上的地堡固然安定，但随时有被入侵的危险。船长高大帅气，又极具领导魅力，和废柴的小白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小白顿感压力山大。晚上，地堡举行篝火晚会，欢迎船长和小白的到来。船长认为陆地上已经容不下人类了，只有大海才是人类最后的庇护所。而小白则认为怪物根本没想象中那么厉害，像他这样的废柴都能在7天内横跨80多英里，人类应该团结起来夺回家园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小白提前离席，回房间鼓捣起无线电来。原本他打算联系704号地堡，向战友们报个平安，无线电那头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小白的内心焦躁不安，随手翻看地图，这才发现地图的背面另有玄机。正在这时，原本静默的无线电里突然传来了战友的声音，他们不敢相信小白竟然真的活着，抵达了3022地堡。小白向战友们分享他这一路上的喜怒哀乐，也得知自从他走后，地堡遭遇了多次入侵，随时有被攻破的可能。紧接着，无线电突然中断，小白的心也悬到了嗓子眼。他无意中瞟了一眼船长差人送来的食物，看到碗里的红色浆果，小白心里咯噔一下。这种浆果有毒，船长肯定没安好心。小白赶紧冲出去通知小玉，可惜一切为时已晚，营地成员们纷纷倒下，小白也遭遇偷袭，陷入昏迷。等小白再次醒来，发现大家都被五花大绑。原来船长根本没想带他们离开，他们的目标是食物、水、武器等生存物资，他们就是靠打进营地来获取供给。为了防止小玉他们向外界传达真相，船长还轰爆了无线电塔，并派出了拉船的螃蟹怪，企图将营地灭口。没错，这只0百加速2顿饭的大闸蟹就是游轮的动力源。船长将他用铁链拴住，并用电击让他服从自己的命令。小玉放倒了船长的手下，小白也提起鱼叉和大闸蟹展开殊死搏斗。小白一个致敬宋高号的滑铲，直接把大闸蟹顶翻，随后枪出如龙，企图补刀。可惜他忘了，同一个招式不能对圣斗士用2次，哪怕在这12黄金里最废柴的巨蟹座。眼看着大闸蟹步步逼近，又是一道黑影，哭嚓一声闪亮登场，正是去而复返的旺财。他无视敌人庞大的身躯，挡在了小白的身前。大闸蟹被船上的榴弹意外击中，顿时陷入了狂怒，将小白夹了起来。
看着大闸蟹张开了大嘴，小白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接过了小女孩扔来的手炮。可是当他和大闸蟹四目相对时，小白从大闸蟹无辜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善良的本性，于是一炮轰掉了铁链。重获自由的大闸蟹立刻扔下小白，一路追回游轮，来了一顿海底捞。小白英勇的表现重新俘获了小玉的芳心，他希望小玉带着营地成员搬去山上的避难所，同时他也原路返回7045地堡，带着战友们去往山上的避难所，并通过无线电广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幸存者们走出地堡，和怪物战斗，夺回自己的家园。总的来说，《爱与怪物》堪称近年来最温馨的末日生存片。它没有行尸走肉中丧尸带来的紧迫感，也没有出现看见里的文化断层，看着挺充沛的食物储备，也很能让观众感受到末日生存危机。就连可怕的怪物，在小白的主角光环影响下，都显得有些憨态可掬。《爱与怪物》的场景设置多少能看出辐射系列和最后生还者是大众乔尔夫的影子，但导演并没有着重刻画幸存者的尔虞我诈，反倒是地堡成员的守望相助令我感到动容。到了最后还不忘传达，即便世界末日，也不要向生活妥协的正能量。末世爱情的外壳下隐藏着走出舒适圈、拒绝懈怠、直面人生困境的主题，属实奥利给。如果你也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，急需一部爆米花调电影放松大脑，想给生活添加点笑料，那么《爱与怪物》不失为一部值得一看的小清新电影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